大家好，我是技術人 Ron。相信大家目前在開發上已經有不少人開始導入 AI 協助開發了吧？像我現在也幾乎不再手寫程式，大部分的程式碼都交給 AI 來處理。但架構、需求拆解、code review、測試以及最後的驗收，都還是由我來負責，並且同時跑4-5個專案以上。那比較繁瑣的工作都會交給 AI 來處理。那我自己就比較多處理都是出差或是處理人的問題居多。但我發現身邊不少同事或朋友對 AI 導入專案其實是有興趣的，但具體來講不知道怎麼導入，所以遲遲沒有開始嘗試。那剛好我最近把舊遊戲大更新，所以我今天就用這個案例來分享幾個我自己是怎麼用 AI 來協助開發的方法，讓大家有個參考。那影片比較長，各位也可以直接看時間軸，尋找自己感興趣的情境。第一個，專案掃描、分析跟整理。像我自己今年開始要同時管理多個專案，並且同時最高可能要跑到4-5個專案，主要都是舊專案需要翻新。那在以前我要了解專案，就是要打開專案慢慢看。那現在有 AI 之後，就是檔案抓下來，先叫 AI 看一輪，跟我講一下專案的架構、內容以及業主要改的系統是哪些，我可以直接評估一下難度就可以了，這樣極大的縮短評估的時間。那除了分析以外，你也可以快速的整理專案，比如那些陳年舊專案，負責的人已經找不到了，你也不知道原本是怎麼跑的，也沒留下什麼記錄，並且專案內也可能藏污納垢，比如說程式亂寫或東西亂放等等的。這時候你可以先叫 AI 掃描一輪，把框架內容都列出來，你再根據需求去做整理跟調整。那這些工作以往可能光檢查跟測試就可能要花上1-2天的時間，但現在30分鐘內就可以搞定了。此外，專案分析還有一個好處是找出問題的關鍵。像 B2 的大師這款遊戲以銷售的結果來講，它是失敗的。那我一直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執行效率，就是這個問題導致遊戲上線一直延期。那因為我不是主要的程式負責人，我很難講什麼。那我一直覺得是整體程式的框架太大、太複雜所導致的。但這點有講了，主程式也不承認。直到後來用 AI 掃描專案後，也證明了這點，就是他自己把專案搞得太複雜，為了追求可以應付所有的可能性，做了一個巨大的輪子，就導致後續每次修改都要繞一大圈。一個功能別人可能只需要1天的時間，但在這個專案內可能需要1週的時間。第二個，遠端控制跟多分支運行。如果你電腦上面有裝 Codex 並且打開 QR Code， 然後跟你手機配對，你就可以透過手機下指令，這樣子你就算出差搭車，或是你在開會的途中，你只要下指令 ，AI 就會開始執行工作。那我自己比較常用的情境是，我在開會中，有時候被問到一些專案的細節，比如說這個遊戲的有幾個動作，升級系統的經驗值計算公式是什麼，像這種很細節的東西，一般人不會記，通常都是要打開專案來看嘛。那這個時候我就會說，等一下，我調一下資料。會議可以先進行下去，我這個等等回復，然後趕快叫 AI 幫我看一下專案，或者我出門運動的時候，我就會丟一些比較長時間的任務，然後邊運動的時候，我就可以邊偶爾查看一下運行的狀況，然後再根據他回報的狀況，讓他繼續修改，這樣就不用一直綁在電腦前面了。當然，你也可以把各種功能或平台切開，或是同時跑多個專案。像我最高峰的時候，一次跑4-5個分支，而且現在 ASR 很方便，你用講的叫 AI 去跑執行就好了，不需要再打字指示了。不過這邊有個大前提，你還是需要先知道整個專案的框架，並且有足夠的專業知識，你才會知道要 AI 做什麼。第三個，專案協作開發。我想這應該是大多數人用 AI 第一個想到的，也是最好理解的一點。所以現在非常多非專業的人都有辦法用 AI 做一點小東西出來。那具體來講，改變了什麼呢？假設我今天要驗證一個玩法，或是某個案子要提案，需要一個 demo， 那我就會開一個空專案，架好 MCP 後，跟 AI 說幫我做個怎樣的 demo， 然後放給他跑，他就自己會做出來了。這個在以前可能要1個禮拜或是1個月左右的時間才有辦法弄好的東西，現在可能半天左右就做出來了，而且還不耽誤你做其他的事情。那像這個案例，就是有人請我做一個簡單的3D 預覽功能，要在網頁上可以跑，那我叫 AI 做，大概半天內就做出來了，而且還不是用 Unity 開發的，是直接解 Swift.js 跟 GLB 檔做的。甚至我們有時候可能需要一些 Unity 的小工具，比如說把圖片用成漸層、拍照截圖的工具、簡單的 shader 等等的，其實都可以叫 AI 幫你做就好。像剛剛那個專案，其中的人形素材，我就是叫 AI 幫我寫一個 Unity 的素材轉成 GLB 的工具，這樣才有辦法把原本的 FBX 轉成 GLB 的檔案。那這點也是為什麼我自己現在很少寫程式的原因，因為我大概知道框架跟內容要怎麼做，但如果我真的要下去寫的話，我就會變成綁在電腦前，沒辦法做其他的事情。但現在我只需要把概念跟如何執行交給 AI 去做就好，剩下的我只需要做決策跟驗收而已。那像 B2 的大師來講，我自己就利用 AI 做了幾個比較大的修正，比如把遊戲版本改成支援 Staff 的版本，追加韓文翻譯，遊戲全日文語音的時裝 ，Steam Deck 的適配性調整，這些單看起來都是大規模的變更，對吧？但其實只要讓 AI 讀懂專案，要修改起來就很方便。如果照以前的執行方法的話，上述這些功能保底都是1-2個月起跳，但我自己在實裝這些功能，含測試最多也多3天而已。第四個，資料處理、數值調整跟模擬測試。
這點在 B2 大師這款遊戲來講，其實非常有感，因為遊戲光設定文件就超過40幾份，有些資料已經廢棄沒有用，有些文件數值根本填錯，而且還沒有發現。這些種種原因就導致專案光有漂亮的外殼，但核心機制上是有問題的。就比如開發中，我遇過最好笑的案例是，我問企劃說，目前的遊戲能夠過關的幾率大概是多少？然後企劃回答不上來，因為專案有一大堆資料，每個資料的關聯都是用 ID 做關聯，然後程式為了框架的關係，各種資料分別散落在不同的表單內，你可能光改一個數值就需要動到4、5個表單，然後這種複雜的程度，甚至連程式也沒辦法寫一個簡單的數值測試工具，這就導致企劃沒辦法計算。那企劃沒辦法計算怎麼辦呢？只好用最笨的方法，人工測試好幾天後，再跟我講一個大概的數字。結果更好笑的是，遊戲要上線的前1個月，我實際測試的時候才發現有各種漏洞，比如說 buff 加成沒有計算，或是計算規則有問題，甚至遊戲中有個數值叫幸運，它會影響到整個遊戲中的數值收益。結果測試後才發現，這個數值在遊戲中根本沒用到。然後這半年來，企劃一直回報說數值測試正常。那前面這半年數值測試在測心酸的嗎？那我後來用 AI 去跑 ，AI 處理這種文件資料是很強的，一下子就找出文件中的漏洞，並且還可以算出每個角色的通關率跟難易度什麼的。那相較於之前我說要調整數值什麼，最起碼保底要1周時間才能知道結果，現在大概30分鐘內我就可以知道答案了，而且隨時都可以做調整測試。不過以 B2 大師的核心設計來講，數值設計跟事件系統等等是高度綁定的，有一些系統跟事件觸發很難調整，一改下去可能就直接炸開了。所以目前用 AI 來調整，只能說是治標不治本，盡可能的去提升遊戲的可玩性而已。這也是無奈之舉啊，因為這是之前制作的時候留下來病根，如果要完全根除的話，整個系統都要翻掉重做，那這樣的成本就會很高了。第5個，多語言校正跟語音生成。這也是這次遊戲中更新最有感的一部分。以我自己看得懂英文跟日文的經驗來說 ，AI 已經明顯比以前逐句式的機翻還要自然了。作為初稿，我認為可以達到70、80分的效果。加上 AI 有辦法閱讀完整的文件的前後文，它就可以準確的翻譯內容。甚至你可以把 AI 生成語音的 key 給它，它可以根据前後文去判斷生成的語氣。那這邊就放一段 AI 生成判斷的語氣，大家可以聽听看。你會發現聽起來好像還行，對吧？可能有些地方略顯放毒，但我覺得至少已經有70分以上。而且遊戲中的語音，我之前有請日本那邊配音報價過，整個遊戲這樣算下來，大概20-30萬台幣左右，而且還不是請1、2線有名的聲優，也還沒有算上程式時裝的成本。但我用 AI 掃描生成，前後大概只花了3天，總計費用大概1000塊而已，就把語音全部時裝上去了。不過這邊還是要提醒一下，聲音商用前還是要確認一下授權範圍。也不能直接模仿未經同意的真人聲音。那像我這次使用的是 Eleven Labs 的付費方案，並且確認選用的商音是可以用於商業的作品的。第6點，資源生成，這也是我目前使用 Codex 的主要原因，因為 Codex 內建的生圖功能太好用了。比如說你要做一些小型的專案 demo， 還缺圖的話 ，AI 就可以幫你先生成暫代的圖檔來用。這樣你可以先用這些圖檔搭建一個基礎框架制作 demo， 然後拿這個 demo 去展示。如果這個案子成了，那就表示後續可以用這個 demo 當做範例去請美術做修改，不需要一開始就花大量的成本，先請美術做完之後再提 demo。那像我自己最常用的，除了 demo 制作以外，更多的是用在宣傳素材上。比如說這次重大更新的圖，我也是先叫他幫我生成背景跟文字，然後我再把我角色貼上去。這整套流程下來，絕對比我自己用 PS 做半天來得快。又比如宣傳文案需要多語言，或是像第4點提到的語音生成等等的，其實這些也可以單獨開一個對話，讓 AI 幫你專職處理。第7點，自動化建置。這個在以前如果要做的話，幾乎就是要自己搭建 CI/CD 的流程，比如用 Jenkins 什麼的。那現在也不太需要從頭做了，你可以直接開一個 station， 跟 AI 講一下，幫我把每個版本的分支切開，然後更新後同步建置，它就會自己花時間去跑，不太需要你再花時間去設定建置什麼的。而且你也可以搭配第2點的遠程操作，直接呼叫電腦上的 AI 幫你 build 個版本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最後總結一下， AI 真正改变的並不是会不會寫程式，而是整個專案的執行方法。以前我們可能需要花大量的時間花在找資料、讀舊程式、整理文件、重複測試和等待建置，現在這些工作可以大量交給 AI 來處理，人則可以把時間花在關鍵的需求、架構、驗證以及最後的決策上。不過這邊要特別說一點， AI 確實可以快速的把成果做到70分、80分，但是80分要走到100分，仍然需要專業的人來處理。你要判斷它改的對不對，哪裡有風險，以及這個結果到底能不能上線。所以我認為 AI 沒有讓基礎知識變得不重要，反而讓真正懂得判斷、整合、驗收的人能夠一次完成更多的事情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全部內容。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，也別忘了按讚、訂閱加熱推。
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。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。